捉野鸡遇大仙。经历的多了也就习惯了，这当时害怕，但是后来呢还是怎么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就是夜里不敢出门。不过随着这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也就没有什么了。闲来无事呢，我就在这网上买了几个夹野鸡的夹子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村里附近的野鸡在叫唤。每次听到我都觉得是一种挑衅，仿佛他在冲我喊：来抓我呀，有本事来抓我呀。这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就决定办他。叫上贝贝，拿着夹子就出发了。这本来想叫大瑞也一起的，但是呢他去外婆家了。我和贝贝在附近的农田转悠，一边讨论着哪条地里会有野鸡。在一条小河边就碰到了一个熟人，以前中学的时候的同学，叫王岩，他在这钓鱼呢。不过我看他钓鱼竿的姿势呢，和那呆滞的目光就知道他也钓不了几个鱼。王岩干嘛呢？我就喊他一声：哟，小东嘛，你到这干嘛呢？我来下夹子呢。聊了两句，王岩说他很无聊，也钓不到鱼，非要跟着我们去看看。我们就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找到了几个貌似不错的地点，小心翼翼的下好了夹子，然后呢就去网吧了，一直到下午6点钟，天都有点暗了，我们3个才决定去看一下夹子，说不定就会有点意想不到的收获呢。我们一共下了5个夹子，看了前4个都是空的，都没有动。不过第5个我们还是有点信心的。那个地点呢真的不错，附近都是荒草草丛，关键是那里总是有鸽子徘徊，要是能弄个鸽子汤其实也不错了。我们一路歪歪着来到第5个夹子，我操，这哪狗日弄的？就我们还没讲话，王岩就骂了一句，我们也看明白了，确实夹到了一只肥大的白色鸽子，不过被什么东西咬掉了头。看着这样子，我就猜到应该是黄鼠狼了，这鸽子算是废了。哎呀，空欢喜一场。贝贝也没有说话，王岩还在骂骂咧咧的诅咒着，什么恶毒的话都往外骂。这黄鼠狼也不容易，喝了点鸽子血，被人骂成这样，从上一代到下一代都问候了一遍。我说算了，别骂了，一只鸽子而已，下次再抓。是啊，下次再抓。贝贝也附和着。操，狗日的！这王岩又骂了一句。我们正准备回去，忽然间王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一边扇着自己耳光，一边骂道：我是狗日的，我是狗日的，一直重复。这我和贝贝不知所措，眼看着王岩的脸都要扇肿了，我俩拉也拉不住。这我想起以前看过的鬼故事，说有黄鼠狼想附在人身上，那么他是就不能隔太久的，不能隔太远的。这隔太远的话控制不了。这我们尽管害怕，但是为了不让王岩这个倒霉蛋儿把自己给扇死，我和贝贝每个人就找了个树杈，在草丛里找了找，看能不能找得到。我们呢可不敢用手去拨弄草，万一有什么咬到我们怎么办？可是哪里那么好找啊？这我突然看到一块荒草特别多，就走了过去，拨开前面的荒草，这一条纯白色的黄鼠狼就趴在这荒草底下。就在我拨开荒草的一瞬间，王岩就停止了扇耳光。那纯白色的黄鼠狼一个鲤鱼打挺就窜了起来，匆匆的就往草丛的深处就钻了过去。王岩反应过来，随手捡了块土就扔过去，没想到一下子砸到了这黄浪子的头上。黄狼子呢被砸得一个翻身，惨叫一声，爬起来继续跑。这一会儿呢就没有踪影了。天越来越暗了，我们赶紧往家里赶。王岩的脸呢已经肿得不像样子了，我们带着他到了小药房处理了一下，他呢也就没有回家，
看样子也不好回，就打了个电话说有事啊，不回去了，然后就跟着我和贝贝去了小五队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事儿呢不算完，这黄鼠狼可是最小心眼的，狎子必报。但是啊，没有办法，有些事情不是想躲就躲得开的。我告诉王岩说你最近注意点，小心他回来报复你。你不仅骂他，还砸他。王岩现在啊可是恨死这位黄狼子了，嘴里依然骂骂咧咧。当晚无事，第二天王岩就回到家。这我第二天去村子里的这个养狗的人家抱了一条小狗回来，壮胆啊。又过了几天，一切是风平浪静。我觉得自己太神经过敏了，竟然担心畜生来报复我们。这好几天了这不是一点事也没有吗？然而这天早上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。贝贝家养的小鸡被黄鼠狼咬死了10几只，整整齐齐的就摆放在门口，就和那天死去的鸽子是一模一样。我们家养的猪不知怎么的，竟然都不吃食了。我去贝贝家的时候，贝贝正在告诉他奶奶事情的经过。这老一辈人多少都懂得一些事情。他让我们呢找个针管，又拿来几个鸡蛋，找了几瓶烈酒，用针管把鸡蛋蛋白抽出来，把烈酒打进去，一共弄了3个。等到天快黑了，就拿到了鸡舍，整整齐齐的摆在那儿。我们一整夜没怎么合眼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跑到了贝贝家。贝贝正在摆弄一个笼子，以前是装兔子的，里面赫然趴着一只纯白色的黄狼子，只不过无精打采的，好像随时都会挂掉一样。贝贝告诉我，鸡蛋都被这黄狼子给吃了，他去的时候黄狼子都醉倒在那儿了。他戴了个手套，把黄狼子拿到笼子里。贝贝的奶奶一看就说，这黄狼子有点道行了，不过心术不正，估计也成不了仙。黄狼子直到中午才完全恢复过来，在笼子上蹿下跳，表现得焦躁不安。贝贝在一旁吓唬他，说要弄死他，还他小鸡的命。这黄狼子竟然摆出一副哀求的表情，还挤出了眼泪。贝贝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就挂在了门口，等他奶奶处理。他奶奶呢就一句话，挂一晚上再说。当晚呢，我就住在贝贝家。第二天我们就早上起床去看黄狼子。一推开门，我去，门口站着10几只大野鸡，对，还是活的。这看着人虽然惊慌，但是呢却没有一个敢跑的，一个个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。我去，贝贝赶紧去叫他奶奶来看。他奶奶笑眯眯的出来了，好像早知道会这样，让贝贝和我把野鸡扣了起来，然后一起到黄狼子那里。这一看到来人了，马上就做出一副讨好的表情。贝贝的奶奶对黄狼子就说了这句话：黄大仙我们不想与你为难，但你也别以为我们好欺负。这次可以放了你，但是如果你下次还来捣乱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黄狼子立刻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，竟然还不住的点头。贝贝呀，把他拿到门外放了。贝贝答应一声，就提着黄狼子来到门外，想打开笼子吧，离黄狼子太近了，又怕咬到手，于是他就说：黄大仙你往后退退，我好开门让你走啊。这贝贝刚说完，黄狼子立刻蜷缩到笼子的角落里，趴在那儿一动不动。贝贝打开了笼子，黄狼子才小心翼翼地钻了出来，飞快地跑进了附近的草丛里。此事呢告一段落，我们也是长了不少的见识，就觉得倒霉，都怪王岩连累了我们。可能呢他还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这日子呢又平静下来。这天我去包装的集市去买东西，遇到了上医院的王岩，一问才知道
原来他回家的第二天开拖拉机去拉化肥的，拿摇把摇车子的时候没抓住，摇把打在他嘴上，大门牙直接就敲掉了2颗，这嘴呢也缝了好几针，现在挂着消炎水呢。哎呀，这倒霉孩子。古怪花瓶。最近这村子里呀，办丧事儿，死去的正是我的大伯李大海。我刚从公司里请假回来参加他的丧事，特此还忍着老总碎骂才离开了公司。为此我还被取消了当月的全勤奖。这带着心中的不满，坐车回到了家里。刚到家的时候，父亲开着车把我带回了家里。面对这个陌生的村子和毫无印象的村民，我只能沉默着不说话。把行李放到卧室里，就走出家门，朝着不远处的大伯家走去。还没有走进院子里，就听到了痛哭的大婶儿。父亲带着我走进去，磕了一个头就走了。我见没事可做，就在院子里逛着。只突然在院子里一棵树下，我看到了躺着的李天去。李天去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他平常呢也会去我上班的地方玩啊，虽然呢次数很少，但是我们的关系却没有因此减退。我走过去踢了李天去一脚，就在旁边看着。李天去眼睛也不睁，张口就骂句滚开。我看他都不看是谁就敢骂，我便一脚给踢下去。他倒在地上以后就起身转身打我，看到是我后立马就停止了动作。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间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我就告诉他刚刚回来，然后呢就见着他就走了过来了。他就拉着我走到门外。哎，你怎么还敢回来？等会儿大伯的儿子回来你就回了，还不快点走？这李天去凑到我耳边小声的说道。为什么？什么叫我毁了？我听到李天去这样说，不明所以的问道：你爸没有告诉你吗？你记得前一段时间你托人寄回来那个古瓶子吗？后来这李大伯喜欢就从你爸那买走了，后来就出事了。一个晚上，大伯的儿子亲眼看见从瓶子里爬出来一个女人，掐死了李大伯。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，就连村子里一些老一辈的都没告诉他们。李大伯的儿子说办完他父亲的事就去找你呢，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那个瓶子是我们公司的花瓶，我只不过是寄回来给父亲放花的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我解释着，可是发现呢那么的无力。恰巧那时候呢，李大伯的儿子李天全就进来了。他看到我后呢，没说什么，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小巷子里。不等我说话，他就一拳打在我脸上，鲜血顺着我的鼻子就淌了下来。我见无法解释，就和他打了起来。这李天去在旁边呢，劝也劝不住，只能任由我们打了起来。很快我俩呢就满身是伤的，就倒在地上。李天去把我们俩扶了起来，而李天全站起来以后，让我走着瞧，就摇摇晃晃的走了回去。而我站在原地，心中是五味杂陈，这他喵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呀？我也待不下去了，拒绝了李天去的好意，就自己走回家里。赌气的我一直待在家里，没有参加丧事儿。父亲问我为什么我只说不想去。父亲拿我没办法，摇了摇头就走了出去了。之后几天呢，我就一直待在家里，直到第3天的时候才听说发生了大事了。李天全死了，死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面。等我过去的时候，这李天去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问他。李天去告诉我说，李天全因为多处软组织和一些其他的创伤死亡了，而那天只有李天全和我打了一架。还不等我再问什么的时候，警察就来了，简单的询问了几句，就把我带回去。
我在局子里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并保证自己没有下重手后，便被放了回去。这走在村子里，别人是指指点点，在后面议论着什么。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只能找到凶手来洗脱自己的罪名。我去李天全的家里看了看他的尸体，他的额头上有着一块非常大的创口，但是呢，并不是我们那天打架造成的。我又去看了他家那个瓶子，才发现呢，不对，这根本就不是我送来的瓶子。我拿手机拍照以后，回家给父亲看了一眼，父亲说就是自己邮回来那个瓶子呀。我意识到了什么，给一个号码打了电话后，简单的说了几句，就挂掉了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就想这事情的经过，可是却什么都想不到。直到我那个朋友来了以后，我才领着他来到李天全的家里。他看了看房子里的布局，并没有说什么，直到看到那个花瓶的时候才停了下来，仔细的观察了一会儿，便拉着我走了出去，说问题就出在那个花瓶上。这我一听，问题果然出在这儿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他。他沉思了一会儿后说，我被陷害了。此时屋子里只有李大婶一个人，我说请自己的道士朋友做法事超度这李天全二人。他听了以后答应了，我们约定第二天开始做法事，之后呢就回去了。第二天很快就到了，我和道士朋友就带着家伙赶到了大伯家里。此时的大婶儿正坐在客厅里看着大伯的棺材，今天呢就该下葬了，却是昨天自己儿子又死了，这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。我安慰了大婶几句，就和朋友在客厅里面摆放着家伙。他告诉我他邀请鬼上来了，此时屋子里也没有其他人，只有我们三个。由于我的属相并不相冲，所以便留在那里，走过去关上门就开始招魂了。这很快李大伯和这个李天全就被找了上来，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也就答了，直到我问李大伯死和我有什么关系。他们正准备说的时候，突然呢就看到走过来李大婶儿。当时李大伯就骂骂咧咧的走了过去，狠狠的抽了李大婶一巴掌。李大婶只是笑了笑，突然呢就变了一个模样。我从来没见过李大婶这个样子，浑身就起了脓包，活脱脱的一个被开水煮过的样子。我怪叫一声，就跑到那个道士朋友的身后，问他该怎么办。他说让我不要担心，送走了李大伯父子俩人，就看着李大婶儿在背包里摸索着什么，说这事情起因就在你这里了。李大婶用玻璃般的声音羞羞羞的笑了起来。那个道士朋友拿着桃木剑和李大婶对视，随后呢就打在一起了。可是渐渐的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李大婶的对手，因为此刻他身上已经布满了伤口，浑身上下被血液包围着。我想做些什么，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，我只能在旁边看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倒在地上，用尽最后一口力气，把一张金黄色的符贴在了桃木剑上，桃木剑飞了过去。李大婶呢，仿佛非常害怕那个符咒，转身想逃，可是很快就被桃木剑给追上。这个时候，只见凭空出现一个花瓶，这时我发现那个花瓶竟然是我们今天来看到的。只见李大婶变成一团雾气钻进那个瓶子里，桃木剑打在了花瓶上，瓶子碎了，而桃木剑也掉落在地上。这时候我想跑，可是自己的腿在发抖，根本就走不开。我看向我那个道士朋友，可是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绝望。花瓶碎片里慢慢飘出来一团黑雾，慢慢的变成李大婶的样子。
只见李大婶走过去，伸手插到了他的胸口上，抓出来心脏放到自己的身上。这心消失以后，李大婶那块皮肤变得如同少女一般光滑，可是呢，旁边的脓包却还在，给人一种非常恶心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我突然看见李大婶朝我走了过来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转身就跑了出去。可是在我开门以后，就看见站在门外的李大婶，我只觉得心口一痛，我就倒在地上。闭眼之前，我看见李大婶用一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我。孤院荒坟。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呢，还是发生在我们这边的，不过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，我就不透露了。这村子里有一家三口，一对夫妻带着一个4岁的女儿。男人叫李爽，他们家单独一个大院子，不过家里很穷。为了过好日子呢，这李爽就外出打工了，只留下一对母女在家里是艰难的过日子。谁知道这李爽出去了1年多了，音讯全无，母女俩是苦苦的守候，却无半点消息。李爽出去大约1年2个月的时候，李爽的女儿在外边捡了一只死鸡回来，这应该是刚死的。小女孩馋呢，1年到头吃不了2次鸡，日子过得苦。女人带着孩子还要种几亩地，孩子还得交学费，哪有闲钱买肉给女儿吃啊？就连穿的衣服都是别人不要的。这女人一看女儿提了只鸡回来，又是刚死掉的，就把鸡给红烧了。谁知道就吃了这只鸡，母女俩都中毒死在了家里，好几天才被人发现。原来那只鸡呀，吃了耗子药死的。在村民的帮助下，好歹也帮着这母女俩安葬了，尸骨就埋在他们家的院子里。这自从这母女俩下葬以后，这附近的居民家里总是丢鸡少鸭的。开始大家觉得是这黄鼠狼一类干的，可后来连猪都开始少了。这大家就纳闷了，这多大的黄鼠狼能拖走几百斤的猪啊？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那对埋在院子里的母女俩。这胆大的村民白天趴在墙头上往院子里看，只见里面呢杂草丛生，很是荒凉，一把大锁挂在门上，而围墙边的草丛里好多好多的鸡毛鸭毛。这村民看的是心里凉飕飕的，一路小跑就回家了。然后大家都刻意回避那个地方，就算是绕路也不从那儿走。这边呢，再说李爽，他可倒霉了。这刚刚到外地就被别人骗去搞传销了，一直被软禁了1年，才被警方找到放了出来。李爽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赚到钱回家，给女儿和媳妇儿过上好日子。然后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干了1年，也攒了2万块钱，背着行囊，牵着自己养的一条大黄狗就回家了。连续赶了2天的路，终于就要到了，不过天气不太好，下起了雨。等李爽到了村头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李爽赶路，这一路小跑赶到自己家的院子前，看着熟悉的大门，李爽觉得心酸呢。2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推开院门，这屋里的灯还是亮着的。这时候李爽带来那条大黄狗怎么也不肯进家门，只是呜呜的哼着，拼命的往外窜。李爽生气了，说：“我这都到家了，你他妈的还不跟我进去！”硬拉着狗进了院子，拴在这柱子上。这时候屋门开了，李爽的媳妇儿出来了，看到了李爽，却没有李爽想象中那样扑过来抱着哭，只是笑眯眯的看着他。
你可算回来了。你们过得还好吗？还好，进来吧。李爽觉得别扭，但一想2年了啊，都没有和家里人联系过，肯定生疏啊。再说了，心里能没有气吗？李爽苦笑着就进了家门，女儿也在，看着李爽只是呵呵傻笑。李爽媳妇儿拿了件衣服给李爽，说：“你看衣服都湿了，快去换吧。今晚我给你包饺子吃。”李爽换了件衣服出来以后，媳妇儿已经在剁饺子馅了，一大块猪肉还带着血。不过看样子他剁起来完全不费力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剁开了。李爽突然看到女儿伸手拿了一块生猪肉塞到嘴里，李爽呢想说女儿，不过呀一想却又忍着没说，这都是因为自己没用，女儿啊给靠的。靠的就是长时间呢吃不到好东西的意思，方言。这时候李爽说倒点酱油啊，媳妇儿就说哪有钱买酱油啊，将就着吃吧。李爽一听这心里呀更难受了，这媳妇儿还是生气啊，这猪肉这么贵都吃得起，又怎么会买不起酱油呢？李爽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一定不让他们母女俩受苦。媳妇儿，我去村里小店买点酱油回来，我也没抽烟了。这李爽媳妇儿正剁着馅呢，连说不用，明天再买。李爽都出了房门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你快点。李爽走出了院子，就还想着给女儿买点好吃的，雨都停了，小店在村里2分钟就到了。这村里几个人在小店里打牌呢，一个人一抬头看见李爽说：“哎呦，小爽，啥时候回来的呀？”大家都回头看他，我刚回来，这不媳妇儿在家给我包饺子呢，我来买酱油。李爽笑眯眯的回答：“啥？哥，你开玩笑的吧？”其中一个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：“我开啥玩笑啊？我就刚从家里出来，你嫂子正剁馅呢。”李爽有点奇怪，这我不就2年没回来吗？至于吗？小爽，你身上穿的啥？我媳妇儿给我找的换的洗的衣。李爽一边说一边低头看，这话说了半截儿，就再也说不出来了。李爽身上穿的赫然是一件大绿色的寿衣，这衣服还是当时村民凑钱给买的。李爽只觉得腿都在抖。大家告诉他这2年发生的事情，李爽听后死活不敢回去看，一直和几个人待到第2天天亮，找了一群胆大的年轻人来到李爽家的院子前。院子上呢挂着一把大锁，大家撬开了大门，一进到院子，李爽的行囊还有换下的衣服都还在，动都没动，只有拴在柱子上的大黄狗只剩下一堆森森白骨，而院子里孤零零伫立着一大一小2座坟墓。一阵寒风吹过，院子里的杂草随风舞动，一群大老爷们大白天的却感到了一股森森的寒意。所以兄弟们，出去打工不管什么事儿，都一定要常回家看看，老鳖托梦。最近呢，这农田开始打水浇灌水稻，河里的水一直在涨，小五队的人都开始逮泥鳅、龙虾、黄鳝之类的，也有晚上去照蚂蟥的，每天呢都能卖不少钱。看得我呀是眼红不已，不过因为上次和贝贝去下网的事情，我可不敢再去小沟里了。这怎么办呢？不得不说，我还是比较聪明的，买了一条大粘网，叫来贝贝和大瑞帮忙。我们站在河的2边，把这网插下去，中间呢有点远了，我们就找竹竿往下按。这虽然中间插的不是很牢固，好在2边插的比较紧，再加上最近这河里一直在打水，水一直是流动的，我们每天都会去收一次网，每次呢都不跑空趟。不过抓到的东西比较杂，
多数都是刀鱼，偶尔也有黑鱼、龙虾之类的。每天我们3个去收网，回来啊，总是提着1桶鱼，看得这村里人眼红不已。这看着他们的眼神，我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不过仅仅持续了几天，村里的水稻都灌溉完了，河里的水不流动以后，每天的收获就少了很多。没办法，我们改成了3天收一次。死水啊，始终不能和流动的水相比，就算是3天，也不如以往1天抓得多。这日子啊，就变得没劲起来。这一天晚上，我打了会儿 CF。这话说现在的游戏越来越没劲了，什么人都有。就我这个垃圾的技术，竟然有人说我开挂，真没脑子。这战绩都是负数，你妹你说我开挂？现在的游戏真是小学生的天下了。郁闷不已的我早早关了电脑就睡下了。这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就感觉就在走夜路，而且是在我下网的地方。说是这夜里吧，主要是天很暗，但是呢我又能看清东西，四周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却很平静，也没有感觉到害怕。这忽然间河水翻动，浮上来一个老头，吓得我连连后退，想喊又叫不出来。这老头一身暗青色的装束，白白的胡子一大把，平时看到这样的人呢都能吓死，更别说呀还是从这水中冒出来的。这老头就漂浮在水面上，对着我跪下来，一边哭诉一边哀求，说求求你一定放我一马，我知道我大劫将至，可能躲不过去了，但还是求求你救救我吧，否则你也会有性命之灾的，求求你了。这老头呢一边不住的磕头，一边哀求我，我哪里知道他是什么目的呀，也不知道我怎么救他，吓得我呀都想跪下来磕头求他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不知道你是谁呀！一边想着转身就往村子里跑，扑通一声，我被身后脚下的石子给绊倒了。哎呦我去！这我一下子就叫了起来。哎呀，这么黑，什么都看不见呐！一伸手就摸到了床，赶紧打开灯。我去，原来是梦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我拿手机一看，凌晨3点了。刚才原来是我做的噩梦啊！竟然还从床上掉了下来，摔死我了。不过这梦想一想还挺吓人的，莫名其妙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梦呢？想着想着就又睡不着了，打开电脑又玩了会儿游戏，又困了，电脑也没关，我就直接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。好在这次没做什么梦，直接是早上8点多，贝贝和大瑞来我家找我去收网，我才起床和他们一起去的。这次的网呢特别的沉，这有点拉不动，网兜里好像有石头一样沉在水底，一直拉到河边，我们才模模糊糊的看到水里网兜里有一个黑黑的东西，就像是圆盘一样，关键是还在挣扎。大瑞正拉着网呢，被吓了一跳，一下子又松开了手，沉到了水底了。我们赶紧去村里喊人，这村里人都过来看热闹。有了这么多人看着，虽然有事也指望不上他们，但是起码这心里有个安慰。过来2个劳力帮忙，帮我们把网拉上来，一片惊叹声和议论声。哎呦，这么大的老鳖呀！估计得有20多斤吧，哎呀，得能成精了吧？哎呦，没想到这小河沟里还有这么大的老鳖。这老人们说着呀，这个得放了，看这么大个子没成精也差不多了。有的人说呀，成精了还能让你抓住，弄到包装卖了挺值钱的。他们呢都在讨论这事儿，而我却惊呆了。因为我想到了昨天晚上我做的梦，那个老头穿着衣服和老鳖的颜色是一模一样啊！我把昨晚的梦告诉大家，老人们更是要求我放了他，说不然呢，这村里会遭报应的。
其实我已经决定了，放了他就当是积德了。这网里的老鳖还在挣扎，网兜啊很快就被撑坏了。这我不好把他弄出来，就试着说了一句：“你昨晚是不是让我放了你嘛？你别动，我把网划开，放你出来。”这惊奇的是啊，他真的就不动了，不挣扎了。围观的村民呢是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再也没有人说卖饭店了。我找了把小刀，把网兜划开，老鳖就慢慢的爬到了水里，但他呢没有游走，还是浮在水面上。突然就一个猛子扎了下去，接着水中啊就不住的冒着气泡，然后就是一条条黑鱼直接跳到了我的面前，一共有7条，每一个都有2斤左右。然后这河面呢又恢复了平静，这是老鳖精在报恩呢，大家都议论纷纷。又站了好久，水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老鳖应该走了吧？直到我们3个拿着黑鱼走回村里，村民们才一起散去。不过最近我们3个算是出了名了。没想到的是，紧接着又出了更大的新闻。我听到的时候呢，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事情呢是这样的，那天我放了老鳖就走了。那个老鳖呢，可能是顺着河往前游，游到了包装2分厂那一段的时候，那边刚好有个人在那电鱼。祸不单行，老鳖这边刚被放掉，那边就被电倒了。据说老鳖的被电的这腹部朝上飘在水面上，一直挣扎，而电鱼的人这怕一松开电，老鳖就跑了，就一直电，活活的把这老鳖给电死了。老鳖被卖到包装某个饭店里面，说是卖了600块钱。这老鳖呢，当天就炖了汤了，喝过汤的人却一个个食物中毒，被送进了医院。饭店不干了，这还不得赔死了，就去找那个电鱼的人，都是附近的人都认识。不料那电鱼的人出去电鱼了，还没回来，一直2天以后才发现那个电鱼的人肚子朝上漂浮在水面上，就像当初的老鳖一样，人早就没气儿了。分手之后第1集。丁伟是南方人，父母原先只是农民，80年代下海经商，从摆地摊开始，慢慢在一个大型的批发市场拥有了一席之地。后来转型做客运，跑长途，因为经常不在家，所以把丁伟交给了爷爷照顾。出于对于丁伟的歉意，他们选择用钱来弥补丁伟所缺失的父母之爱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丁伟从小花钱就大手大脚，对待朋友特别的慷慨。还有一个女朋友叫吴飞，2人从高2那年开始谈恋爱，后来考上同一所北方学校，简直是羡煞旁人。到了大学，就像进了万花筒中，新鲜的艳丽的事物是接踵而来。这不，丁伟很快就迷上了比他高1届的美女吴重瑶。这吴重瑶呢，算不上校花，但却属于那种让花心男生看了都会为之神魂颠倒的类型。所以他背着吴飞对吴重瑶展开了追求。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吴重瑶答应了他做他的女朋友。这个时候，他找到吴飞提出了分手。听到这个消息呀，这吴飞是如闻惊雷，他怔了很久才缓过神来，然后噙着眼泪缓缓地说道：我们从高2谈到现在快4年了，你就这么狠心？丁伟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就点了点头。你难道忘了高3那年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是因为你才写了这所学校？丁伟继续点了点头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狠，就别怪我。我跟你了这些年，
你要赔偿我。赔偿？对，青春损失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我要1万块。1万块？你去抢劫吧！丁伟呀，气得咆哮道：“那我也可以找你要青春损失费和精神损失费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相抵了。再见。”说着，他转身要走，吴非一把拽住他：“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到处说你的坏话，还有你的丑事，我要都给你捅出来。”你，丁伟看着他，仿佛不认识他似的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你逼的，记住1万块，不给我，有你好受的。你知道女人的嘴会碎到什么程度？说着，这吴非就扬长而去。丁伟在原地怔了好一会儿，继而拨通了父母的电话，但都关机了。于是呢，他给乡下的爷爷打了电话，先随口问了几句父母关机是怎么回事，他爷爷也不知道，猜想啊，可能是因为手机没电了。然后丁伟立刻说到正题，找他爷爷要1万块钱。1万块？丁伟每个月的生活费呀，大概是2000，爷爷自然是惊讶。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丁伟就撒了个谎。我准备备考司法考试了，就是考过之后就能去当律师法官的那玩意儿。要上补习班，还要买资料，缴各种费用，大概就这么多钱吧。没想到爷爷并不领情。我没有这么多钱，去找你爸妈要吧。丁伟有些不耐烦了，他们电话打不通，要不你先帮我借一点，回头我叫我妈还你。找不到，丁伟气得差点砸了手机。从小到大，钱对他来说都是呼之即来的东西，还从来没有因此碰过钉子。可转念一想，爷爷从小就疼爱自己，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来给自己吃，今天怎么会如此决绝而拒绝自己呢？丁伟不知道，如果不支付1万块钱，这无非会说出什么话来，但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才觉得可怕。所以呢，在爷爷这碰了钉子以后，他想了想同寝室的这个好友张健。张健的父母呢都是普通工人，所以家境属于那种不好也不坏，而丁伟动不动就会请他吃吃饭喝喝水，所以这2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。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张健正在电脑上看新闻视频，似乎是某个高速车祸现场，场面极其惨烈。见丁伟回来，张健快速关了网页，朝他抬了抬下巴。怎么样？丁伟事先呢向他透露了跟吴非分手的事儿。他找我要1万块钱的分手费。1万块钱对你来说还不是毛毛雨吗？是啊，但我爸妈手机关机了，我爷爷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就是不肯给钱，所以我想先向你借点，回头就还你。这是他第一次借钱，有种怪怪的感觉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怎么可能有1万块钱？能不能帮我借点？张健摇了摇头说：我的朋友里有钱的只有你一个，再说了，哪个学生身上会揣1万块钱呢？就算人家有，也肯定不会借给我。分手之后，第2集。丁伟叹了口气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给他钱，谁知道他会说什么？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他是这种人呢？我倒有个办法，不过有点吃苦。丁伟眼前一亮，说说看。我最近呢看到一条新闻，一个摆地摊的人，一个晚上能赚上几百上千块，要是你也去摆，这10天半个月就能赚1万块钱给吴非了。这丁伟看看窗外，下意识的搓了搓手。
哎呀，这都10月底了，晚上的温度都快零下了，去摆地摊岂不是要冻死人？张健说：“哪有舒舒服服就能赚到钱的呀？这本来我都已经选好地点和要卖的货物了。如果你想干啊，看在朋友的份上，就由你出资，我出力，赚的钱都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好，丁伟满口答应下来。卖什么玩意儿？嗨呀，就卖一种烤火架，这玩意儿只有咱们南方才有，最早是从湖南兴起的。张健说：“这架子是由木条搭起来的，四周可以放进脚，这里面和下面是空的，用来放这个电热炉，上面则是9宫格或者16宫格的盖子，也是木条做的，这样方便热量传出来。有一个跟着烤火架合身合体的被子，可以保存住热量。”丁伟呢，大概知道什么东西了，就说：“这北方不都有暖气吗？还用这个干什么？”暖气有点贵，还有一些五金建材之类的大商场，暖气供应远远不够。有了这个，方便又实用。还有一些小门店，不富裕的家庭舍不得暖气费，也可以用这个。对呀，那你说的地点？其实啊，不用固定。还记得我前不久兼职发了一些传单业务单吗？整座城市我都去过了，所以啊，我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这个烤火架，哪些地方不需要。那就好，咱们干吧！丁伟激动的撸起了袖子。张健说：“这个网上的价格有点贵，200多块，还不包括被子。我们那边呢，连被子啊一块也就170、180的样子。不过前期从网上订购，如果销量好，我们再找厂子批量生产。到时候我们只用坐在家里，坐在宿舍里数钱了啊！”这张健想法很妙，只是高兴的呀有点过早了。倒不是说没人买，而是丁伟坚持不了。说好赚钱归他，自然大部分活都由他亲自去干。比如抱着2个烤火架赶往郊区的五金批发市场，一个架子呢大概有30-40斤，可以收拢。这拿起来虽然方便，但是加上分离出来的盖子和棉被，却显得尤为繁重。好不容易到了五金批发市场，丁伟就急慌慌的去卖，不曾想别人正在招待客户，自然没听他说什么，就像对待乞丐一样把他给赶了出来。他哪受过这种气啊？当时差点就想撂挑子不干了。直到中午，2人才卖出去1件，而且还被人砍到了成本价。张健的意思是，这些人对这个呀还不够了解，让他们先用着，如果用得好，就像一个活字招牌，自然会吸引来更多的人买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张健去排队买，丁伟就在原地蹲守着架子，以免被人拿走。可等着等着，他肚子就饿得咕咕叫，因为受不了香味的引诱，他跑去买了个中式汉堡，结果回来的时候架子不见了。妈的！丁伟气得将汉堡往地上一砸，谁他妈这么缺德呀？架子呢？张健端着饭菜回来了，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张健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估计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，真倒霉。这丁伟一把抢过张健手上的饭菜，往肚子里一扒，一边说：“再也不干这种事了。”张健就劝他：“别呀，拿了就让他拿呗，反正这次咱们来也不打算赚钱，赔本就赔本，让他拿去用，给咱们做做宣传，等下次来啊，就会有更多的人买了。”下次再被偷了怎么办？做生意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嘛。做生意太难了，我不做了。听到这话，张健的嘴角闪过一抹笑。不做生意哪来的钱呢？算了，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说着，丁伟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那我们走吧。
这说着呢，张健朝身后挥了挥手，他这是示意身后的2个室友把烤火架给处理掉。其实啊，整件事都是一个局。当他知道丁伟为了吴重瑶要和吴飞分手的时候，马上就通知了吴飞了。他和吴飞都知道吴重瑶不是什么好女生，拜金，爱慕虚荣，肯定不是真心喜欢丁伟，而是喜欢他的钱。可偏偏丁伟呢，一点都不在乎钱。于是2人便设了个局，由吴飞逼他要分手费，同时叮嘱他爷爷不要帮忙，然后让丁伟做烤火架的生意，让他体验到做生意的不容易，以及他父母钱来之不易。分手之后，第3集。买饭的时候，他故意迟不回来，让丁伟饿得受不了，自己去买吃的，然后他的2个室友便趁机拿走烤火架，希望他能理解他做生意过程中的变故。没想到这小子是个马大哈，体会到做生意太难之后，得到的经验竟然是我不做了。张健摇了摇头，心想慢慢来吧。回到学校的半途，吴重瑶打来电话，叫丁伟陪他逛街。丁伟忙不迭地答应下来，然后告别了张健，下车直奔商业街。2人在街口碰面之后，吴重瑶挽着他的胳膊，嗲声嗲气的道：“给我买衣服。”丁伟摸摸口袋，刚赔了一笔钱，剩下的只够生活费了，便为难的说道：“下个月再买怎么样？”那怎么行呢？都快下雪了，我还没有棉袄和雪地靴呢，难道你忍心我受冻啊？丁伟有些难堪的说：“我身上没多少钱了。”打电话找你妈要啊。丁伟试着拨通他妈妈的号码，依旧处于关机状态。我不管，你可以先找你同学要，回头再还他们。我今天就要买衣服，就要买衣服。丁伟咬了咬牙，便拿出钱包说：“我只带了1000块钱出来。”那就先买靴子吧。吴重瑶说：“等过几天，你再给我买别的。”哎呀，好吧。丁伟啊，只好先应了下来。这2人去了商场，买了一双988的雪地靴，然后离开了。这是生平第一次，丁伟因为钱的事而心疼。当他看着钱包里的10多块零钱的时候，他的眼泪都要下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声怒吼从他身后传来：“站住！”丁伟回过头，看到2个气势汹汹的壮汉，这脖子和手上都是纹身。壮汉一把抓起丁伟，指着身后的一辆奥迪 Q5 说：“你把我车刮坏了，赔钱！”什么跟什么呀？丁伟懵了。壮汉指着车上一道20厘米的长痕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看到是你干的，还狡辩，信不信我揍死你？”丁伟要哭了：“这真不是我呀！不想跟你在这里耗着，2000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”我没有2000块。看来你是想死了。说着呢，这壮汉一把抓着他往车里拖。走，去别的地方解决这事儿。这丁伟抱着旁边的电线杆，继而朝着吴重瑶投去求助的目光：“你有2000块吗？借我回头还给你。”吴重瑶的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这说来也巧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吴飞和他的室友从街对面走过。丁伟像找到救命稻草似的，挥着手喊道：“阿飞，这里，快来这里！”吴飞赶过来，听了事情的原委，拿出手机说：“报警！”壮汉一把抢过他的手机说：“你敢报警，我就整死这小子！”丁伟吓坏了：“阿飞，你身上有没有钱呢？快取出来给他们，回头我还给你。”吴飞想了想，去不远处的 ATM 上取了2000块钱，交到了壮汉的手上。壮汉这才松开丁伟，扬长而去。丁伟呢，
怯怯的看了看吴飞一眼，谢谢，回头我还你15000，算是感谢。吴飞没有说话，和室友离开了。什么15000呀？吴重瑶凑过来问，丁伟就把事情呢说了一遍。吴重瑶听罢，眼睛滴溜溜转了几圈。回头我帮你把钱给他吧，有些话你不好意思说，我替你说，叫他拿了钱以后别再来找你。丁伟想了想，哎，也行，便答应了。回去的时候呢，丁伟又拨通了他爸的电话，依旧处于关机状态。这下他就急了，就算手机没电，也不可能1天过去了都不充吧。就算被偷，哪有2个人的手机都被偷的道理啊？这么想着呢，便打给了爷爷，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。爷爷一听啊，赶忙解释道：“哎呀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昨晚刚跟你爸通过电话，啊，是公用电话。你爸那边地震了，手机打不出去。不过他已经托人把1万块钱转到我卡上了，我这就给你转过去。”丁伟哦了一声说：“1万块钱不够了，再给我5000。”爷爷急了：“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？”“你别管了，回头我爸再打电话回来，你就找他要就是。”爷爷沉默了一会儿，就同意了。“啊，我这就给你转过去，记着啊，节约着点用。”挂了电话，丁伟就去了学校门口的 ATM 等着。半个小时后，他的手机收到银行的短信，15000到了，他赶忙取出来，然后交给了吴重瑶，让他拿去还给吴飞。之后他便回到宿舍准备休息。快到宿舍的时候，丁伟看见2个熟悉的人影从宿舍走了出来，张健还热情地跟他握手告别。很快丁伟反应过来，他们不就是讹了自己2000块钱的人吗？丁伟躲到别的宿舍等他们离开。与此同时，他意识到整件事情啊，肯定是张健搞的鬼。想到这儿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冲了回去质问张健：“我的钱呢？”“什么钱？2000块钱，就是刚才那2个合伙去讹我的钱。”“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刚才那2个人突然来找我，说我中奖了，奖金700，来给我送钱的。”“哎，2000块钱30份，你多100，因为是你出谋划策，对吧？”张健就问他：“你怎么净说些我听不懂的话呀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仔细跟我说说。”这丁伟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哼，装模作样，我真是眼瞎了，才有你这种朋友。”说着呢，他转身就离开了宿舍。刚下楼，他的手机就响了，虽然没有备注，但他知道那是被自己删除的吴飞的号码。“喂，你搞什么呀？叫那个臭女人来，还只给我2000块钱，说好的分手费呢？”丁伟有些懵了：“他没有给你吗？”“你别装蒜了，他说什么你叫他这么做的。”这个时候呢，吴重瑶从远处走了过来。丁伟挂了电话，问他：“你没把钱给他？”“当然没给。”说着，吴重瑶从包里拿出一沓钱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：“这是我帮你省下的，就归我了。”丁伟紧皱着眉头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“那我就自己去买衣服鞋子了，拜拜。”眼看着吴重瑶要离开，丁伟赶紧上前拉住他，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儿：“把钱还我。”吴重瑶甩开他：“这是我帮你省下的，所以归我。”“你……”他终于认清了这个女人。“我们分手，你把钱还给我。”“分手就分手，这点钱算是我的分手费。”说完呢，他就快步离开了。丁伟本以为这件事呢就这么算了，可这几天呢，他准备去校外上网撸啊撸，突然一辆奥迪 Q5 在他面前停下，从里面走出个蒙着面的壮汉，一把把他拽到车里，同时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恶声道：“再动我就杀了你。”随后他又给丁伟套上了头套。车子大约开了1个半小时，来到一处废弃的仓库。壮汉将丁伟拖进去，用胶布
绑住了手脚，封住了眼睛，留出嘴巴。同时他们搜出他身上的手机，拨了2个号码。丁伟听出那是他爸妈的，因为2个号码都已经显示关机了。壮汉气急，踹了丁伟一脚，这疼得他呲牙咧嘴。壮汉第3个电话是打给丁伟爷爷的，通了，叫丁伟叫了几声表明身份以后，索要了50万的赎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传来一个女声，丁伟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，这是吴重瑶。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会将自己作为绑架目标。他开始后悔不应该如此草率地喜欢上他。真正的喜欢，真正的爱情，是经过时间考验的，是来之不易的，而不是他这种。3人满意的到隔壁房间去吃饭，丁伟开始挣扎，试图自救。突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丁伟刚想说什么，嘴巴却被另一只手捂住。不要说话，是我，是张健的声音。丁伟兴奋极了，示意他给自己解开。张健扯掉了他的头套，并用剪子割开了胶布，带他准备离开。不巧的是，其中一个壮汉出来上厕所，正好撞见他们。见状，张健举着刀子对准壮汉，同时将丁伟推向门外。你快走，我在这里扛着。丁伟连滚带爬地跑到公路上，拦下过往车辆求救。当司机跟他回到仓库的时候，只剩下张健倒在血泊中，已经是奄奄一息。张健！丁伟赶紧背起他，快送医院！手术室外，丁伟急得团团转。很快，室友和吴飞接到消息赶来，室友气不过，将张健的良苦用心说了出来，并把丁伟骂了个狗血喷头。听到这儿丁伟差点没站稳。这时手术室的门打开了，张健被推了出来。医生说幸好送来的及时，不然失血过多就没救了。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与此同时，由于丁伟也伤了其中一个壮汉，因此警方在他们就医的时候抓了个正着。张健醒过来的时候，丁伟就在旁边。谢谢你。丁伟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。真正的朋友是来之不易的，是需要珍惜的。还有别的什么是需要珍惜的？张健朝着门口抬了抬下巴。丁伟朝门口望去，只见吴飞正站在那儿，满含深情地望着他。他起身来到吴飞的身边，刚想说什么，吴飞却开口了。只见他神色悲切，眼神望向别处。你爸妈出事了。丁伟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，之后什么也听不到了，只能看见吴飞的嘴巴在一张一合。原来张健那天在电脑上看的高速公路车祸现场的视频里，就是他父母的车。他和吴飞还有室友设的局里，除了让他明白钱来之不易以外，还要让他知道变故无处不在，且不可避免。做生意有变故，人生也有变故。遇到变故，我们在悲痛之余，应该明白生活的来之不易，要珍惜，珍惜，再珍惜。豺狼兄弟。张生长得貌若潘安，俊朗不凡，且气质飘逸，活脱脱的一个玉面美少年。偏偏还才高八斗，见识广博。不过这张生家里穷得开不起锅，好在刘员外看中他的才华，把他聘到家里当教书先生。次日，刘员外笑眯眯的招他过来，开口道：张生啊，你这穷小子真是走了8辈子的狗屎运了。我的女儿看上你了，你就入赘到我们家里来吧。
这张生一听啊，脸色大变，连连摇头拒绝。要知道，镇上的人谁都知道刘员外的女儿阿星长相丑陋，胖如猪头，且心肠歹毒又变态。阿星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折磨手下的丫鬟奴仆了，听说不少丫鬟奴仆被他折磨而死。而且阿星啊，已经有过2任丈夫，他们都是入赘到刘家的。可是没多久就传出了新郎暴毙而亡的消息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新郎根本不是暴毙，而是被刘员外的女儿阿星给折磨死的。这刘员外一看张生拒绝，和颜悦色的脸立刻就绷住，不客气道：“张生，你莫要不识抬举，若不是我，你早就饿死了。”刘员外，我自然记得你的恩德，你让我做猪做狗都好，就不要让我娶你的女儿。谁知道啊，这话让心肠歹毒的阿星听到了。只见他挺着壮硕的身子，扭着屁股走了过来，指着张生的鼻子骂道：“张生，你若是不娶我，我就让我爹杀了你！”张生第一次见阿星，只见他呀肥头大耳，嘴上涂着鲜红的口红，就像刚刚喝过人血一样，吓得张生是全身发抖。再看他那双眼睛，3角眼倒竖，一副凶悍的模样，简直是恐怖至极。张生心想，就算死了也不会娶你这种长相丑陋、心肠歹毒的女人。不过他为了活下来，假意答应了这桩婚事。接下来呢，这刘员外家里是张灯结彩，准备婚事。这歹毒的阿星贪图张生的容貌，竟然心急今晚就要张生娶她。于是刘家上上下下忙作一团，都在操办2人婚事。按照礼节，张生入赘刘家，一会儿阿星就会骑着白马去接张生去刘家。张生坐在自家简陋的屋子里，穿着新郎礼服，是浑身不自在。他很快扯下了新郎礼服，想到老娘临终前对他说过，屋子里有个密道直通后山，也让张生遇到危险的时候用。张生当时不以为意，也就没问这密道的具体位置。如今几个壮汉就在门口守着，他根本没有出路，唯一的出道啊，就是这个密道了。新郎官好了没？小姐已经到了。这张生心里可急了，阿星这么快就到了，他咳一声道：“告诉你家小姐，若想要我真心娶她，就让她等一等。”这时候呢，外面没再催促了，张生开始在家中寻找着密道。不多一会儿，竟然发现这厨房的大米缸底下竟然有一个密道。张生是欣喜若狂，朝着密道而去。这时候呢，天已经黑了。张生通过密道来到后山，后山是荒无人烟，山林里是有豺狼野兽出没。不过他发现刘家的人已经发现了这条密道，他看到山下无数火把朝后山而来。若是他被抓住，那还不得好一顿毒打呀！就算娶了阿星，也会被他折磨死。张生咬了咬牙，心道：就算被豺狼虎豹吃掉，也不要娶这个恐怖的女人。他依然呢，就朝着山里而去。天黑以后，山里湿气重，地面滑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张生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，膝盖都磕破了，他还是一刻不敢怠慢，朝着山里而去。这走着走着，隐藏在黑云后面的月亮露了脸儿，把山里的路照的是亮堂堂的。张生借着月光，大汗淋漓的往前走。其实他也不知道去向何方，只想要躲过刘家的人再说。走着走着，
张生看到路上有2个长相凶悍的大汉，正和一个瘦高个在打架。这瘦高个身材消瘦，这眉眼细长，尖嘴猴腮，看起来呀，这仨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最后3人扭打到一团，难舍难分，不分上下。3人见有人路过，这瘦子就喊道：“小子，快捡起地上的石头，砸死这2个凶恶的大汉！”别听他的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快砸死他！这2个大汉呢，也向着张生求饶起来。张生举起石头，根本不知道帮谁。要知道啊，他只是路过，自己还在逃难，怎么有时间帮人呢？不过他看3人面相都不是什么好人，瘦子长得是贼眉鼠眼，2个大汉一身贼肉，长相凶恶，看起来都不是善茬。可是如果不帮他们，待会儿他们打完了一定会找他报复的。张生也不知道帮谁，闭着眼睛，手拿着石头就朝着前方砸了过去。只听扑通一声，瘦子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上，就一命呜呼。恩公，受我兄弟一拜。罢了，我还在逃难呢，下面有人在追我。张生把自己的遭遇啊，就说给了这2个兄弟。他们听后愿意让他去自己家中躲藏。这张生呢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跟着2兄弟呢去了他们的家中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张生终于看到了前方有一间茅草屋。也没想到这深山老林之中居然还有人家居住。张生来到兄弟2人家里，更是坐立不安，因为他听到了磨刀霍霍。就这样在忐忑中度过，终于等到兄弟2人为他送上一碗肉汤。恩公，把这肉汤吃下吧。张生看着兄弟2人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原来他们是面恶心善，刚才磨刀霍霍，原来是为他准备肉汤。张生大口大口吃肉啊，喝汤，终于吃了个满足。事后还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汤啊？竟然如此美味？”蛇汤。张生听后几乎要吐出来，兄弟2人却说道：“恩公，千万别吐，蛇汤可是上好的补品。”张生这才放下心来，当晚就睡在了2兄弟的家中。等到这天快亮的时候呢，张生醒过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切，吓得是心惊胆战。他看到2只豺狼正睡在他的旁边，他们还打着鼾，吓得就要拔腿就跑。这个时候呢，2只豺狼醒过来，却说起了人话：“恩公莫要害怕，虽然我们是修炼成人形的豺狼，可从来没有害过你。”张生听了豺狼兄弟的话，反倒是镇静下来。和那些心肠歹毒的人相比，豺狼兄弟啊好太多了，所以有时候不能只看表面。后来张生干脆就留在山里和豺狼兄弟作伴，还娶了他们修炼成人形的豺狼妹妹。豺狼妹妹啊长得漂亮，心地善良。直到有一天，张生看到漂亮妻子，叹气道：“你们修成人形可以活几百年，而我区区人类短短几十载，可惜啊，我不能和你相伴到老。”这豺狼妹妹扑哧一笑，告诉他了真相。原来那天打死那个瘦高个，竟然是修炼成人形的蛇，只因他心肠太坏，经常下山去害世人。豺狼兄弟气不过，这才和他打了架。我2个豺狼哥哥给你喝的蛇汤，可以让你延年益寿，可以跟我们一起修炼成仙。据后世人说，张生和豺狼兄弟一家是得道成仙，有事没事的时候呢，还经常下山帮助穷人。哭泣的旗袍第1集。深更半夜，独处一室，门板和窗户都关得严严的。
可从睡梦中一醒来，突然就看到卧室里有个人影在晃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这一天深夜，苏烟便撞上了这般怪异惊魂的一幕。入睡前，黑漆漆的窗外又下起了雨，细雨落窗，噼啪轻响，不识惊的苏烟心尖直抖。再次查看了遍门窗，苏烟稍稍放了心，缩进被窝，拨响了男友陈凯的电话。凯子，你睡了吗？听出苏烟的声音有些颤抖，电话那一端的陈凯笑了笑，打趣说：“胆小鬼，是不是害怕了？听我的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重复2次，多想点开心的事情，就不会怕了。哦，我在去车站的路上，明天就到家。”前天，陈凯接住了公司的委派，去临城签单，一切还算顺利，眼下正往回赶。这苏烟听话照做，很快想起了一桩最令他开心和幸福的事儿。陈凯在出差前呢，给他送了件礼物，印花古香缎的旗袍。这旗袍质地柔软，暗花灵动，穿身上让苏烟的好身材愈显得纤巧轻盈，却又不妖不媚。这往姐妹花面前一站，当即晃晕了无数的眼球，美，太美了。旗袍丽人，张爱玲也不过如此。苏烟个头高挑，身段苗条，特适合穿旗袍，因而她对旗袍的喜爱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还别说，心里想着美事儿，苏烟就不那么怕了，恍恍惚惚就沉入了梦境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听一阵短促急促的啪啪声撞入了耳骨。苏烟禁不住打了个激灵，醒了，侧耳细听，不是敲门，是敲窗。该死的雨越下越大了。苏烟咕哝着翻了个身，睁开了惺忪的睡眼，无意中一瞥，苏烟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床前站着个影影绰绰的人影。谁？你是谁？苏烟哆哆嗦嗦的捂着被子，颤声问。许是太过惊恐，苏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喊出了声，但可以肯定，那个人没有回答，也没有扑来。苏烟以为是幻觉，看错了，忙揉了揉眼睛，细瞅，这一瞅之下，苏烟顿时觉得毛发倒立，直惊的张大了嘴巴。第二天中午10点，陈凯急不可耐地打开了房门。若在以前，只要听到锁孔转动的动静，不用打招呼，苏烟便会像燕子一样飞进他的怀里，送上一串热吻。可今天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房间里声息全无。这小懒虫不会还在床上做美梦吧？陈凯咕哝了一句，轻手轻脚的向着卧室走去，准备搞个温柔袭击。谁知道刚踏进门，一道白影便呜的砸落在脑门。糟糕，有人袭击我！陈凯仓皇四顾，看清了袭击他的人是苏烟。苏烟衣着凌乱，手握着白色瓷瓶迎面打来。由于事发突然，躲无可躲，陈凯索性一咬牙，一闭眼硬挺。可挺了足足半分钟，也没听到花瓶与脑门亲密接触所发出的沉闷的声响。他愣愣的睁眼看去，只见苏烟艳若桃花，咯咯的笑个不停。姑奶奶，要打便打，别耍鬼名堂吓唬人呢，我胆小。陈凯拍拍砰砰狂跳的心口，撇嘴说道：“哼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打。”砰！话音未落，悬在陈凯脑门上的花瓶突然砸下来，又落到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这陈凯顿时被砸得眼冒金星，头晕目眩。苏烟，你疯了吧？还真打呀！我没疯，你才疯了呢！你是谁？来我家干嘛？滚！别碰我！猛地，苏烟花容惊变，歇斯底里的尖叫着，抱起枕头、被褥，劈头盖脸的就扔向了陈凯。哎呀，苏烟，我是你老公啊，我是陈凯呀，你别打我呀！这陈凯捂着冒起大包的脑门，呲牙咧嘴的退回了客厅。更可怖的是，苏烟抓起了水果盘里的水果刀扑来。滚！滚！滚啊！再不滚我就杀了你！别，放下刀！这陈凯忙不迭的拽开门，拔腿要跑，却和一个男子撞了满怀。这男子呢，叫周顺，是陈凯最好的哥们儿，被撞了一个趔趄。周顺收住脚，迟疑的问道：“凯子，你撞鬼了吧？”“鬼就在身后！”陈凯惶惶的喊叫。恰在这时，披头散发的苏烟已经追至近前，一刀插在了门板上。若不是陈凯躲得快，非攮个透心凉不可。苏烟疯了，这一天到晚不是精神呆滞的喃喃自语，便是异常亢奋的见杀摔杀。这接连闹了好几天，陈凯也被折腾得几近崩溃。这一天傍晚，苏烟又折腾得鸡飞狗跳，实在没辙，陈凯只好将苏烟捆在了床上，然后呢，摔门下楼，去了酒吧，寻了个背静的角落，陈凯就拨通了周顺的手机。顺子，我心烦，能来陪我喝一杯吗？不一会儿，周顺到了，陈凯举起酒杯，苦笑着说：“哎呀，顺子，真对不起，我给你买的礼物让苏烟给摔了。唉。”前些日子，陈凯出差返程，特意给周顺买了礼物，并打电话让他来取。可是人还没进门，就撞上了发了疯的苏烟了。哎，礼物不重要，孩子，你能告诉我苏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周顺问道。陈凯狠狠地骂了声娘，回道：“鬼才知道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家好像有精神病遗传史。”精神病遗传史？周顺稍一寻思，又问：“事已至此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陈凯咕咚咕咚咕咚一通猛灌，牙缝里挤出俩字儿：“分手。”分手？你要想清楚啊，她可是你女朋友。周顺一听是满脸惊讶，陈凯红着眼睛反问：“甭说废话，你是不是我铁哥们儿？”周顺不假思索地回道：“哎呀，这还用说吗？你什么意思？”陈凯从兜里掏出钥匙和一张银行卡拍到桌子上：“这里面有5万块钱，麻烦你把他送回乡下，或者送进精神病院。”陈凯，你这么做太不近人情了吧？你应该送他去医院。周顺急急地打断了陈凯：“就算能治好，你觉得我还会和他在一起吗？他是个疯子，用刀囊我差点把我杀了。”陈凯一字一顿地说，又仰头满满的饮下一杯，然后醉醺醺的晃出了酒吧。瞅着陈凯消失在夜幕中，周顺拿起钥匙去了苏烟的住处，开门进屋，走进卧室，一眼便看到被捆绑在床上的苏烟正喋喋不休的有说有笑。床头柜上散乱的堆放着病历诊断。“苏烟，你在和谁说话呀？”周顺问。苏烟自顾自的痴痴傻笑，连看他都不看一眼。“旗袍妹子，别哭了，来呀，咱俩跳支舞吧。”旗袍？周顺着眉头一皱，
情绪突然失控，一把拉开衣柜，拽出了一件旗袍。是那件印花古香缎的旗袍。周顺狠狠地将旗袍摔在地上，又踩又踏，狂躁大笑。周艳玲，我一次次跟你说，陈凯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、骗子，他根本不爱你。可你呢，你就是不听，至死都不相信。你跟了他这么多天，应该都看到听到了吧？听到周顺的狂笑，苏妍扭头，目光散漫无神。孙艳玲，孙艳玲在哪儿？孙艳玲是周顺的女友，是个性格内向、沉默寡言的女子。1个月前，孙艳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周顺。周顺呢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满世界的疯找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孰料周顺接了苏烟的话茬，恶狠狠地嚷：“孙艳玲死了，是我杀了她，我爱她，死心塌地的爱。可是她心里却时时刻刻装着陈凯，受不了，只能杀了她。”在周顺咬牙切齿的喊叫声中，一个可怕的真相浮出了水面。孙艳玲一直深爱着陈凯，只是从未表达过。她知道陈凯喜欢旗袍，终于有一天，她鼓起勇气，用全部的积蓄买了那件旗袍，准备穿给陈凯看，向陈凯表达爱意。但是就在那一天，躲在街角，他看到苏烟和陈凯拥抱在了一起。半年后，他勉强答应了周顺的追求。前不久在亲热时，孙艳玲竟然叫出了陈凯的名字。这对于一个男人而言，无异于奇耻大辱。周顺发了疯，死死掐着孙艳玲的脖子，直至窒息。藏尸之后，周顺又做出了变态之举，将孙艳玲最钟爱的旗袍熨烫一新，转送给了陈凯。他要让孙艳玲死不瞑目，天天目睹陈凯和苏烟亲昵快活。听着听着，苏烟叹口气，悠悠地说：“孙艳玲真可怜。”“哼，他可怜，哼，你也是只可怜虫。”周顺掏出手机，按下了播放键。很快，两人在酒吧里的谈话就传了出来。“你好好听听，陈凯是怎么对你的？你一生病，他就抛弃了你。”话音刚出口，只听咚的一声大响，陈凯大步闯进了房间。“周顺，你真卑鄙！”这个局是苏烟和陈凯设下的局。那晚，苏烟恍惚醒来，映入眼底的不是人，而是一件旗袍。陈凯送她的旗袍，旗袍如同穿在人身上般无声而行，最终停在了墙壁前。墙上镶嵌着陈凯的大幅照片。让苏烟莫名惊惧的是，旗袍默默地注视着陈凯，竟然哽哽咽咽地哭了。天，旗袍在哭泣，苏烟看得真真切切，听得清清楚楚。等天色渐亮，旗袍走回衣柜，苏烟才战战兢兢地给陈凯打电话过去，追问旗袍的来历。陈凯倍感蹊跷，想查清个究竟，于是在周顺上门的同时，苏烟疯了。“周顺，你个杀人凶手，你能录音，我也能。”陈凯指了指摆在角落里的电脑，摄像头指示灯忽明忽暗。周顺不由得浑身一颤，随即目露杀机，转身扑向了被捆绑在床上的苏烟。“凯子，快报警！”见状况不妙，苏烟侧身一闪，挣脱绳子，滚到了床的另一侧。妈的，苏烟被捆绑是假的！周顺恼羞成怒，冷不丁地抓起台灯，窜向了陈凯。
陈凯侧身躲闪，却一不留神摆在了装样子捆绑苏烟的绳子上。孙艳玲、苏烟，还有你，你们都在骗我，你们都在骗我，谁也不爱我，统统去死吧！周顺狰狞大笑着，丧心病狂的砸下。一时间，苏烟吓得目瞪口呆，甚至忘记了呼吸和求助，眼瞅着陈凯的脑袋就要开花。那件被周顺踩踏的满是血印的印花旗袍倏地飞起，在苏烟惊愕的注视下，旗袍飞到了周顺的背后，抱着他撞向了窗外。撞出去的刹那，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撕破了黑洞洞的夜空。苏烟住在8楼，对一件旗袍来说可以自由飘舞，但对周顺来说却是个足以致命的高度。